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环球大战线节目特别做了60分钟完整的特别报道，请到最强的嘉宾阵容。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掌握第一手的国际情资，也就是带您直击这一场习川会前的正在进行当中的战略暗潮，不要错过最精彩的内容。今天赶快来看到这场习川会，我们会来讨论的火线话题，请3位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释的。习川会在釜山这一次正式的登场了。中国大陆从100年前被列强瓜分，隐忍到今天，终于是坐上与川普对等的一个釜山会场。中国这一局是历史血耻还是权力的逆转？中国已经翻身，可以主导整个全局了吗？第二点，林则徐诗现在上桌了，这个诗特别形容是苟利国家生死以，成了谈判底线。习近平以诗为鉴，对美强硬做开局吗？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对比中国的强硬，在日韩方面跟美国的接触，高市早苗跳圈圈，李在明则是献上皇冠给川普。对比中国的傲骨，谁才是真正的大国？今天就这几个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习川会终于登场了，选择的地点也是经过有许多的角力的。原本白宫已经坚持说他要在庆州举行，最后是按照中方的意思，后来是改在釜山这边来进行这个谈判。那中美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我们看 CNN 怎么形容，他说不论这个最终的结果如何，对北京来说，这一场会谈都将是一场胜利了。而且 CNN 甚至说已经是中国大赢了，因为习近平已经借此展现出了中国愿意谈判，但不会被施压的一个对美新的关系，并且 CNN 也说了，中国现在在全球舞台上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这样形容：美国已不再是主导的强权了，中国现在透过稀土管制等措施，迫使华府回到了谈判桌。而另外一头，王毅跟卢比欧的通话也都强调了，习川都是秉持着平等、尊重甚至互利精神的世界级领导人，中国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看习川会登场，中美现在可以说是平起平坐。CNN 说的，不论结果如何，习近平都已经赢了，这句话委员怎么看？我不同意CNN的说法，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不是从这一场会谈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去年 APEC 在旧金山举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跟国家主席习近平2个人的会谈就早已经平起平坐了，而且那一场会谈谈的内容比这次会谈更加的广泛。如果再往前推，当时的拜登跟习近平是看到的，拜登是轻跑步去见习近平，什么时候？就在印尼的所谓的什么集团体会议上面。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美国总统要轻跑步过去去见习近平，这应该不只是平起平坐了吧？所以我就CNN说，好像从这一次会谈才平起平坐，这个说法可能时间点抓错了，更早。别的我不敢讲，至少去年就已经平起平坐了。是。那回到谈判桌，这当然跟一连串的关税谈判有关啦。我也不认为说，因为这次的稀土管制比较严格，所以美国才愿意谈。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管制，在今年很早前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把稀土的管制的范围给扩大，所以不能说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美2国其实如果严格上说要较劲转捩点在哪里？在上一次阿拉斯加当时的会谈，杨洁篪就讲，当时说因为美国布林肯那还有那个苏利文也是讲话一副姿态很高傲的样子。杨洁篪叫记者留着，他讲一番话，讲什么？美国你不要你不够资格用实力地位来跟中国讲话。换句话说，他什么意思？你美国鼻孔不可以朝着我对我讲话。现在我们要互相用鼻孔对鼻孔来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在外交上已经是平起平坐，
而且你要注意到，当时杨洁篪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布林肯跟苏利文是不敢吭声静悄悄，连回一句都没有。那也许关起门来继续吵架，但是不管如何，在那个公开的场合，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但是我们是讲的是一个地位的高低，但这一次的会谈实质的成果如何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不晓得在5毛1块中间的喊价中间谁比较占便宜。我们是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说，他已经对中国减了10%的关税，57%减到47%总数了。那其中原因是因为芬太尼关税20%减半，那减半他到底从中国要到什么？中国也没讲，只是美国的贝森特有提到说，中国愿意把扩大的稀土的管制从今年11月往后12月往后挪到明年。有1年的时间，不扩大管制，只有对军工产业管制，而不像现在要逐案申请。因为欧洲在抱怨他说中国你要我逐案申请，还要我写中文，然后还要用中国的 WPS， 不能用 Word， 不能用其他的软体来写，那这算是小事啊。那更经典的是欧洲在抱怨说，他们光申请稀土的案子，摆在中国商务部的桌子上有2000多件案子，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北京最近比较忙嘛，对，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处理申请案，这当然就是一种外交上的来往嘛。是，你欧洲对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快速的处理的申请案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场边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一方面观察中美两国的实力较劲，还有地位的高低的这种争逐，那我认为平起平坐早已经开始了。那实质上的利益到这一次应该隔几天才会看得清楚。是，好，所以我们先以这一场的政治地位，还有整个在外交上面的谈判来看到，中美之间可以说在政治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已经平起平坐。那另外也会来关键点，就是来看到是习近平他的战略态度，这一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很特别《纽约时报》特别做的一个分析，他认为习近平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林则徐的诗句那他就特别写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认为他正是这个贸易战科技封锁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习近平的一个座右铭，意思就是说国家利益其实是高于一切的。那么就算美国今天你要硬碰硬，中国大陆也不会让半步的。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者，这是美国学者，他是蓝诗林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来看到，他说中国其实是带着历史的伤痛来做谈判的，美国却是一无所知。这一次成功逼迫川普让步，释出的讯息就是中国已经正式的觉醒，已经正式的强大，想用任何霸权恐吓中国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来自于纽时的分析，林则徐这首诗代表的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贸易战上面的态度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不只是在贸易战的态度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基本的态度。我们观察习近平从2013年上来到现在10几个年头过去了我觉得他有一个精神一直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你不能考虑到个人的利害，不能够去趋利避祸的这种方式，你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国家利益在哪里，你个人该牺牲的你也要牺牲，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所以你看他反贪腐。反贪腐，坦白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从他上台到现在10几年来，对于贪腐他绝对不容忍。你看这一次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有多少位高阶的将领都是落马了，有多少位是他这个选定的这些高阶的军事的这些负责人，但是你碰触到贪腐，全部都下台一鞠躬。这个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能够一以贯之到现在的其实不多见，然后把它体制化、法制化也不多见。这代表什么？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个人的生死、个人的利害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在治国是如此，那么对于全世界的问题也是如此。
用压迫的方法，想用实力拳头来对待中国的方法，中国不可能选择屈服，因为对于他的观念来说的话，中国如果选择屈服的话，那中国还有什么路走？所以林则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林则徐那时候中国是积弱不振，但是你应该要举全国之力，上下的一致来对外。那大家奋血作战的话，我相信英国人，坦白说，几艘破船真的能够把中国打败吗？只要中国的军人在当时我讲是清朝的军人，对，只要大家拼了命，你有多少弹药？但是没有嘛，贪生怕死嘛，皇帝先溜，每个人都溜，结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4亿人口，然后就被几艘船就这样打败了，然后上前入国到这个地步，这代表什么？都是因为贪生怕死，从皇帝贪生怕死到底下都贪生怕死。林则徐这样的一个好官，结果被下放，被放到边疆去。那他到边疆不改其志，这代表什么？你看，堪舆图就是他画出来的嘛，把新疆那边的地形地物地貌摸透了，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一直给习近平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中国的人，绝对不能够屈服于恶势力，这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只是不屈服，而你无所作为，或者是你只是不屈服，但是你积弱不堪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用实力来说话。那也就是说，你要有实力，你一方面意志上不屈服，二方面要积累实力。你积累足够的实力，你非但可以不屈服，你还可以击败对方。我觉得6年前，川普打第一次贸易战，那中国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下一场仗要继续打，所以积累了6年的实力。那6年实力来以后，川普再上台，再打贸易战，而且这次的贸易战比上一次变本加厉。可是你看中国的反击力道，那就是让川普根本喘不过气来。这代表什么？最后一方面是意志力不屈服，二方面就是有力量打到对方他不敢再打，也不能打为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林则徐的这个精神，他会放在桌上做座右铭，其实就是提醒自己：第一个，意志上不能屈服；第二个，你要有实力，你不能够就不屈服，然后用义和团的精神，那没有用。所以最后要有实力。我觉得积累了6年，那当然把美国打败嘛。好，我们看到借鉴于这个过去的历史哦，让中国屈辱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也让这一次习近平对于美国的谈话，还有这场中美的谈判更具有代表性跟它的重要的意义。相较于这一次中国大陆展现一个大国的态度，我们要来看到在另外一头哦，日韩就会形成了一个跟美国谈判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了。日韩这一次包括了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哦，没有想到这个高市早苗在美军基地里面是真的哦，转圈敬礼还陪笑。那么为了要取悦川普，高市还宣布会投资美国高达5500亿美元，而且还答应会增加军购。结果美国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不但不领情哦，反而宣布对日本产品会来全面课征15%的高关税。只对美国无法获得或者是无法生产的一些自然资源，像是汽车、航太这些仿制药，会给予一些特定上面的待遇。南韩就更扯了，我们来看到特地送上了价值连城，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 Rolex 画面给大家看，价值连城的新罗王朝的皇冠的复制品，还自称是川普的速配元，姿态非常低。将军怎么看？我相信日本跟韩国这2个国家元首这次的表现是完全的失格，看得出来他完全阿谀谄媚奉承这个川普。几个动作来讲，川普最喜欢的，他们这个极尽想办法要做到。比如川普最喜欢黄金嘛，所以这2个国家元首就赶快这个用黄金打造他所喜欢的礼物。第二个来讲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李在明也讲说，这个你应该要得这个高市早苗也说你应该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推荐他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几乎都已经是失去一个国家的格调。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有一天被一个这个街头的流氓叫上她的这个豪车里面，
然后带到他们家的所开的夜店哦，在里面狂欢。那你认为说这个人会是谁？哦，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这不应该这样做。那更何况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性的元首，你应该顾到国家的一个尊严在这边哦。难怪来讲高市早苗这个动作哦，被这个日本人所瞧不起，认为说这是日本的耻辱哦，甚至列为国耻。当然，你一个国家元首可不可以去这个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应该可以去，我也认为应该可以去。以前这个蒋公也曾经上过美军的航空母舰，但去那边是纯粹就是谈军事嘛，哈，去参观人家军舰。那你美国来讲，你应该代之以礼，说这个军舰来讲，我有什么样的战力，有什么样威力，哈，可以担任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然后应该是这方面的这种说明跟简报哈，而不是在里面狂欢跳舞。对，这个等于说有一点像高中女学生看到她这个心目中仰慕的这种偶像哈，那种开心成那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失国格。那李在明来讲也是一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一个这个国家的总统居然阿谀到这种程度，你最起码也要替南韩考虑一下嘛。他送了2样东西哈，我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无穷花勋章，其实川普不是第一个拿到，第一个拿到是谁呢？蒋委员长夫人，蒋夫人有拿到，因为那个时候2次世界大战哈，中国协助韩国打败了日本，让韩国可以独立，所以说他们有颁这个勋章给蒋夫人哈。但是这次来讲的话，他除了说是这个勋章之外，还送了一顶皇冠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不得不佩服李在明。你看他那顶皇冠多好啊！这个川普最喜欢什么？除了黄金之外，他还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你看那顶帽子多高啊！上面那个山哈，等于是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叫山，两个叫出，它是3根在上面，好好的一顶高帽子套到川普的头上，而且还是金光闪闪。听说这2件礼物哈。都是纯金打造的，而且是镶上这个紫色的这种水晶哈，总共价值换算成台币的话要320万，那你就这样子送过去。当然，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会做动作，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了，也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失。我觉得这种动作真的是有失国格。是，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